打中国的死神方便，你有几成把握？哎，那个垃圾玩意儿，我3拳就能打死他。他的连胜完全就是中国人花钱包装出来的。他在我的眼里连一个3流选手都算不上。我会亲手打飞他，让全世界看一看中国人是多么的可笑。来个叉，这也方便。注意看，57战不败的死神方便竟然被击倒了，还险些被黑人选手当场 KO。台下老外看到这一幕都开始激动庆祝，都以为死神方便的连胜会就此终结。但是没有想到，紧接着站起来的死神方便眼神突变，和对手站在原地玩命拼拳，誓死捍卫中国擂台。我们有请本场比赛蓝方，他战绩出色，48战45胜 ，KO 率达到60%以上，他是法国搏击界的明星级人物。我们有请来自法国塞德里克·杜姆贝。好，现在镜头当中正在出场的选手正是来自于法国的百胜拳王塞德里克·杜姆贝。他的职业生涯战绩有着50多胜的一个战绩，当然他的业余比赛也打过100多场。什么是业余比赛？当然就是一些个黑市拳赛或者街头斗殴。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讲，杜姆贝的实力绝对是要比加拿大拳王西蒙马库斯以及荷兰不败拳王克劳斯都要强，但同样他也要比前2位更加的嚣张比如现在你看他，哇，边跳舞边出场，很是嚣张，很是嘚瑟。但是下面将要登场的死神方便，目前46战全胜，今年34岁，有请死神方便开始。好，那相信死神方便观众朋友们绝对是不陌生了，他的生涯战绩可谓是相当的辉煌，因为他从来没输过。不仅是46战全胜，而且还击败过一系列的世界级名将。那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加拿大地狱魔王西蒙马库斯，就是死神方便的手下败将。赛前，方便听说这个杜姆贝很嚣张在媒体面前呢诋毁他、侮辱他。方便今天也是表示，绝不会让对手站着走出擂台。好，比赛开始，看一下红方选手，红色拳套、红色战袍，代表我们中国红方面是别有用心了。那么蓝方选手黑色裤衩便是法国选手杜姆贝。双方的身形差不多方便是不输对手但是有一点就是方便34岁，而对方是30岁。可以说对方是当打之年，而方便这个时候呢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一般来讲，职业选手33岁开始走下坡路，这都是很正常的。但当然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张志磊，年龄越大越厉害40岁当上了世界冠军。观众朋友们，你敢想象吗？我是不敢想。跟强心剂，很多体育的运动员都是这样，遇强则强这样的话能激起他的比赛的欲望。作为死神方面，现在我们看到了他从一个职业的运动员，一个顶尖的拳手，现在身份变得多元化了。是的，他变成了一位丈夫，一位父亲，一位老板，一位教练。在这么多重身份的同样的在身份的混杂中呢，方便是如何摆平这样的关系？对方是做了一个狙击。然后最重要是他已经公司准备挂牌上市，所以以后叫他财神不是死神34岁的死神方便，我们看他的作战风格呢也是越发的沉稳。面对这个百胜的法国悍将、法国猛男，我们看方便呢相当的沉着冷静。和当初打不败战神马库斯的时候，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当初呢是疯狂进攻，而今天则是冷静对待不着急。漂亮，低位的摇臂，前手的平勾，后腿扫踢。而且方便善于做自身的针对性训练，那他知道他的拳法连续性不够是他的短板。没错，方便小心这个迎击被抓到。相较于方面的沉稳，这个杜姆贝完全是截然相反。对方表现得很兴奋，而且他的状态就像一只看到一堆香蕉树这个兴奋的猴子。旁边要小心，漂亮，前手平勾，连续2拳方便的拳单击能力也是不错的。可能连击方面上可能会差一些，但是在单击能力上方面还是很强的。好，连吃到对方2个大摆拳，但是方便是硬扛下来。这说明方便今天的下巴也是经受住了这个杜姆贝残暴重拳的考验。好，接下来准备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对局，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第2回合的比赛从这第1回合的最后1分钟看，这场比赛看来是很难善终是，双方都是奔着把对方直接击倒或者撂平在这个擂台上为主要目的的。
你说，其实这样的比赛，这双方都憋了一口气儿啊。我们看谁能先发制人。那刚才就说方便还要借着这一次的比赛证明散打也是一个主流的格斗技，不会比其他的国家的派别来的差。没错，这也是方便。哇，观众朋友们，这一下刚刚是非常的危险，但是好在死神方便起身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虽说裁判并没有给到方便一次读秒，因为刚刚的话方便是没有任何被打晕的一个迹象。好，要小心，杜姆贝是有击打后脑的行为，对方是假模假样的举起了弓。好，赛前杜姆贝呢嘲讽方便啊，说方便的47连胜都是刷出来的，都是花钱找人打假赛打出来的。对方可能并不了解，此人方便在我们中国散打界的地位是非常之高的。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去了解一下，方便是连续应该是4年获得了全国散打锦标赛的亚军。有些观众朋友们肯定会认为这个不拿冠军的实力就是不强，但是我想说的是，冠军每年都在变，而方便每年都不变他只是离冠军差了点运气。因为方便每次在锦标赛拿到亚军的时候和冠军只差那么1-2分所以说呢实力上漂亮，后手打得很准大脚踹脸，这是方便擅长的一个招式。那这招呢伤害不大，但侮辱性极强。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把这个满脚都是泥和汗的脚插到你的嘴里边，你看这个杜姆贝已经被激怒了。方便可能不能再拼拳了，是方便在找机会。如果让二老师给方便一些建议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如果是我边上头如果是我的话这个时候我认为应该避其锋芒。方便毕竟有优于对方的移动能力，对方有这个打后脑打得非常的明显，而且还是裁判还是有警告这个我们看到了。但是方便在这场第2回合的比赛中也不乐观，对，不乐观，相当的危险，一直被吹，相当的危险。确实，杜姆贝的这对拼了，又到了对拼的环节方便不需要这样对轰不划算，打得有点不冷静了。对，方便这时候实际上避其锋芒，让对方的整个的这一回合的气势压下去以后，再从第2回合再找回来，我认为是一个更加稳妥和安全的办法。好，第2回合比赛结束对于一个34岁的老将来讲呢，今天的表现已经是非常的不错了。而且这个杜姆贝经常耍一些个阴险手段来击打方便的后脑，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后脑这个部分如果重重的打上一拳会打死人。好，注意看，就是这里方便是打红眼了，和杜姆贝开始了拼拳。哇，双方是拳头看起来抡的都很猛，但是很可惜都是空拳。好，接下来准备看一下双方第3回合的表现。那这里就废话少说，大家不要认错了红方选手死神方便，皮肤黝黑的便是法国悍将杜姆贝。过了头。那在上一回合当中，应该说稍稍的有一点劣势，一定要小心，对方在找机会了。最后这个很重要了。对方在找机会了，我们看对方的眼神已经没事，不是强毒，你自己跑到处力角那个耍宝，法国选手来耍宝，还以为躲到那边了，裁判就会强毒。应该说杜姆贝的这个整个的表现欲还是非常强的。这个摇闪说一定要放松，你不要着急。方便这个时候心态有一些有点着急，手都不拿高出鞭腿效果。漂亮，后摆，漂亮，突击，想了很久，想到了这一招。虽然说死神方面已经34岁了，但是观众朋友们，我们看死神方面随着比赛的深入他的状态和一些进攻节奏也慢慢找了回来。好，没关系，这属于方面在转身摆腿的过程当中身体发生了失衡虽然说目前已经到了最后一个回合，双方局面上看起来是杜姆贝好像打得很凶，但实际上观众朋友们，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方便的分数绝对是不低于对手的。因为方便的每一次进攻打得都很精准更擅长打点数，而杜姆贝更像是一头野牛，像发了疯的野牛，只知道猛打猛冲，很野蛮。我相信依然采取的是非常习惯的这个态度头踹前后手的转控制。方便现在整个战术变为控制了，我们看已经不再打进去跟对方比拼了，但是动作太大了，他的腿法动作太大，没有隐蔽性。觉得方便这几波的攻击他都不算有效的攻击。时间在慢慢的推移，我们看看双方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战术的变化。
心态平和的方面来说，应该对防御这样的腿法不是那么的难，这样的腿法不是那么的难。是的，而其实刚才说了，杜妹她那个整个看一下，平局，加赛一局。观众朋友们，万万没有想到，本场比赛的结果竟然是平局啊！对于一个34岁的老将死神方面来讲呢，打4个回合啊，体能上我现在是很担心的。好漂亮，我觉得可以多用一些这种拖拽啊、放倒的战术，这样一来比赛的时间流失的可能会比较快啊，在局面上也比较好看。方便直接前手刺拳拿臂往外一顶，看来方便就是要打距离了。是。哎呦，双飞踢！比赛到了第4回合，对方体能啊还是很充沛啊，连这种凌空的双飞踢、2踢脚还能用得出来。但是刚刚看死神方面腿法也不赖啊，也有一些腿法的反击调整，而且呢非常重要。这个方面做了很多后摆踢啊，就是后摆踢没有配合假动作的话，是基本上踢不到。特别是在对方如果不前防备的时候，对，难，你必须小退一步的时候再做这个后摆踢，比较有用。方便的找点位，你看嘛，他是在找前冲的这个刺拳的明晰，我打得很清晰的情况下，又一拳，是要这种一下一下的累积。所以呢，拳呢是很重的，相对来说，对方的拳没有方便的拳突发速度快，那这样方便可以一拳一拳累积自己的优势，也是一个不错的战术。是的。而且现在看杜妹，其实整个前几回合打的看起来好像这个比较有效果。双方第4回合的加时赛马上结束。那纵观整场比赛，我觉得方面啊，第4回合现在的发挥是最好的。现在方面，你看打完就走，不再和对方这个杜牧贝去疯狂的拼拳，对方毕竟是比较年轻啊，没有错啊，没有错，溜起来，移动，对的，移动，不断突袭，不断移动，好，对。方便啊，好险啊！刚才方便低头的时候，对方用了一个下抛拳啊，这个是照着后脑勺过来的，把对方上高。方便用了一个这个我们传统武术里边的这个小扣腿啊，对，后面一点，然后再一靠，哎，10秒，时间快到了，方便有没有机会？再来一下，方便，对，你不要让。好，观众朋友们，这场中法大战终于结束。那方面和这个法国拳王杜牧贝大战了4个回合，我们看一下最终这一场比赛的打分。方面在最后一个回合打的是有进有退啊，刚中带柔，柔中带刚，让这个杜牧贝已经是摸不到头脑啊，打的是晕晕乎乎。First about 10-9. We have a split decision. Your winner in the red corner, Fang Bie. 比赛结果，红方。比赛结束了。万万没想到，加拿大拳王第一次来到中国比赛，就在媒体发布会上对散打队长江春鹏大打出手，甚至被裁判阻拦后，嘴里还不断喷着脏话，嘲讽中国人都是一群东亚病夫。说起这位加拿大拳王，可是大有来头。他就是来自加拿大80公斤级世界第1的西蒙马库斯，因为在泰拳界有着极强的统治力，所以也是被拳迷粉丝亲切地称为地狱魔王。来中国短短半年便拿下16战16次 KO 的恐怖战绩，更是曾在一场比赛中将中国选手顶膝干碎头骨，当场猝死擂台。现场医护人员根本对其束手无策，只能送上抢救车进行抢救，但很可惜最终没能救活。然而对手非但没有丝毫的同情，甚至还当众跳起了舞蹈庆祝。见此情形，我们中国赛事方无奈只能搬出不败王者死神方便紧急出关，来迎战这个没有人性的加拿大拳王。本场比赛是为你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中加对决，中国死神方便对战加拿大地狱魔王西蒙马库斯。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死神方便的精彩表现，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比赛一开始，双方选手便拿出了自己绝对认真的态度。要知道，台上的2位都为这场比赛赌上了自己毕生的荣誉，一旦输掉比赛，不仅会断送自己的连胜生涯，甚至就连世界排名都会一落千丈。尤其是死神方面，更是要把控好双方的比赛节奏，千万不能给到马库斯安逸的进攻空间。王洪强王老师呢，会有一定很深的渊源，可以说是王洪强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这个乔西里。跟我们讲讲吧，来，王老师给我们讲讲。是第一次走进拉斯维加斯领风，因为我的这个对手。由于方便极具侵略性的战术打法，给到了马库斯极大的进攻压力。
马库斯也是当场恼羞成怒，对着方便的内围便发起了猛攻。好在方便的反应非常顶级，这才勉强扛住了对手的第一波凶猛进攻。虽然说方便在正面不是马库斯的对手，但是凭借着机智的头脑和灵活的战术，已经让方便拿到了点数上的优势。自此，两人的第一波对拼以方便完胜收尾。对拼中呢，方便在落倒地的同时，这个马库斯追了一袭，这个在我们的擂台上是不被允许的，要裁判人的。所以说，刚才方便躺在这个台下，一直都是在追问啊。对这个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双方都是不败的王者，其实双方的心理压力应该都非常的大，都非常大。该上来都很紧啊，肌肉都很紧。对。对马库斯而言，在中国扬名立万，这场比赛也对他来说也异常关键，是必战之战，必须要打的一场比赛。到这个层面上已经躲不开对方了。没错，已经都是不败。那么看得出来，马库斯这家伙非常喜欢用蛮力撕破对手的防线，只要逮住机会便主动上前，对方便进行近身缠抱，并施展泰拳的一系列追击手段。但这场比赛是严令禁止双方选手进行长时间的搂抱，所以裁判也是有理由对马库斯进行口头警告。如果这家伙接下来继续延续自己的战术打法，那么裁判更是有理由扣除其一定的比赛点数。是的。方便的下劈腿。虽然双方是同一个级别，但我明显能感觉到马库斯似乎块头更大一点。对，在降重方面可能马库斯更强些。对，这就是我想说的。马库斯从这个外形来看，他这个脂肪啊，或者是说这个体型上来看，他应该是从更高级别的降下来的。没错，就绝对力量上应该方便不占优。马库斯的频繁搂抱已经彻底将死神方便激怒，眼看这家伙还想上前近身缠抱，方便直接二话不说，一连串的组合拳进攻，直接将马库斯打得抱头鼠窜。自此，比赛也是正式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死神方便的战术打法也是初见成效，不仅让他在点数上领先对手，更是在比赛途中将对手的状态消耗到了一个临界值。如果两人的局势继续按照这样进行下去，那么方便将马库斯终结的场面也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太令人意外了！好，第二回合比赛开始。在第一回合，双方进行了一个电光火石的这种。被击倒一次的马库斯状态明显不对，可能就连他自己都想不到，竟会被死神方便打得如此狼狈。看得出来，他这一回合的进攻更加凶猛，能够明显的感觉得到，他非常想要打开局面。不过方便的拳头同样不是吃素的，如果说第一次击倒算是死神方便运气好，那第二次的击倒便足以证明方便强悍的实力。不是机会了，抓住机会！又一次击倒！比赛结束了，3次比赛结束了，还要再打，这一回合还有再最后一次的 KO 机会。马库斯已经没有反抗能力了，我觉得。比赛结束了，3次击倒，按照规则不需要再读秒了吧？不需要再读秒了。方便创造了奇迹。比赛结束了，死神方便用自己的重拳成功为对手的连胜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自此，马库斯统治了长达5年时间的中国拳坛，也是第一次迎来了曙光。不仅现场观众情绪激动呐喊中国加油，就连现场主持人都当场激动到落泪。死神方便不仅捍卫住了自己的连胜生涯，更是向世界证明中国功夫不是花拳绣腿。那么最后也是让我们恭喜方便拿下了比赛的胜利。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中国抗日奇侠杀入日本参赛，专打日本黄毛。遇到他的日本黄毛，不是被打成担架当场抬走，就是被乱拳打到猝死擂台。总而言之，没有任何一个日本黄毛能在他的面前站着走出擂台。原本这场比赛只是一场普通的中日对抗赛，但是没有想到日本选手却狂妄至极，称中国选手完全不配和他打比赛，让原本看日本选手就不爽的中国选手更是愤怒至极。好，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为您带来的是一场非常精彩也非常解气的一场中日大战。
一位抗日奇侠、抗日小将来到了日本东京。那这名小伙子非常有特点，他专打日本黄毛。你没有听错啊！只要看到日本人啊，他是什么杂毛、小黄毛，他立马就会发起挑战。好，我们注意看他的对手正好啊，他就是个小黄毛。好，我们注意看红方选手红色拳套便是中国小伙子王雷，抗日奇侠。而这个小杂毛，这个蓝方选手便是日本选手苍田保佑。我们注意听他的名字啊，苍田保佑，好像是苍天保佑。希望老天能保佑他一会儿啊不被打死。好，仔细看对方的小黄毛还是个杂毛啊，不够黄，有黑的有黄的，但是这不重要，只要他有黄毛，我们中国小伙子王雷啊就照打不误。好漂亮，连续2个后手。后摆前摆，哦顶膝，哦王雷打得很准啊！我现在好像知道王雷为什么喜欢打小黄毛了啊，因为这个对方的脑袋很亮啊，对于王雷来讲呢，这就是迷雾当中的一盏明灯，打得准也是应该的。王雷刚一开始这个比赛打的就很开啊，也是想快一点呢，建立自己的优势。这一下应该是对方有撞到王雷的头。在拳击规则当中呢，无论是什么拳击啊，这个头撞头这个是不允许的。这个事情就反映到我们少林寺的一些功夫啊，在搏击擂台上的确很吃亏啊，比如说铁头功。今天说起这个黄毛呢，的确啊，我们可以发现现在我感觉啊，一大半以上的日本选手，我们能看到的基本上全都是杂毛或者说黄毛，很少有正常头发颜色的啊，花花绿绿啊，红的、绿的、蓝的、紫的。很像我们中国2000年初这个杀马特，这个杀马特和这个洗剪吹的类型。王雷连续的摆拳，左右开弓，顶膝，哦哟，顶膝打晃，这一下读秒没问题。我们看苍田保佑，他的苍天没有保佑他，而且他的鼻血已经被打出来了。王雷持续的猛攻，这是想一鼓作气拿下对手。注意时间，第一回合还有最后的20秒钟。打疯了，这是。我们注意看这个小黄毛、小杂毛已经被打得鼻血横飞，还在擦，你擦什么擦？你擦你也止不住。日本选手现在是非常狼狈啊，小发型也乱了，叫鼻血也被打出来了。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位中国小将王雷的表现啊，果然是没让我们失望。他的每一拳打的这个日本小黄毛的头上，我们看的是非常的过瘾，那就是一个字爽。好，来看一下精彩回放，看一下王雷的每一拳是如何打到对方的狗头上。好，接下来准备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第2回合的精彩对局。大家不要认错了啊，黑色头发小伙是王雷，金毛便是日本选手苍天保佑。王雷，哇，第2局刚一开始便火力全开，前摆，前手摆拳。这一下我们看日本的小杂毛已经是躺到地上，口鼻喷血。看来他的名字没有什么作用啊，他的祖先、他的爷爷并没有保佑他。
好，非常的精彩。这一拳的话，我感觉日本选手啊，就算是不死，他的职业生涯恐怕到此啊应该要结束了，因为这一拳很重。看到日本选手这么惨，我觉得此时此刻应该响起一曲悲伤的歌曲。好，注意看一个细节，王雷在拿完奖之后啊，甚至没有瞅对方一眼，直接走了，奖杯也不要了，因为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打对手。而这个小黄毛啊，已经被绑上了担架，像个大闸蟹一样，五花大绑的，应该要送去抢救了。但是我觉得没必要抢救啊，直接拉去火化场，我们直接啊做成灰，然后装到罐里就行了。好，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这场比赛呢更为精彩了，同样也是一场中国小伙在日本参赛的一场精彩对局。中国小伙21岁的朱帅大战日本拳坛老将一位传奇选手卜部公野。那为什么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呢？因为我们中国小将朱帅啊，他是一个非常年轻刚初茅庐的小伙，而对手是一位久经沙场的拳坛老将，而且朱帅今天啊是退役出战。好，注意看，红色拳套便是朱帅，蓝色拳套便是卜部公野。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千万别眨眼。もうレベル違うな。もう最初分かっちゃいました。勝って当たり前です。で、これ勝って当たり前なんです。で、成績見ても、レベルが違うんですよ。レイリーと比べてもだいぶ格下の選手。はい。で、荒野がや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って、どんなパフォーマンスを見せるか、みんなそれ期待してるんで、勝つは当たり前です。はい。その兄、平高選手からの言葉。平高選手、当然それは浦部も分かっているのかもしれません。荒野の方も。その頭の中にそれあるのかもしれませんね。没有错，观众朋友们，你没有看错，中国小将朱帅仅用时不到1分钟啊，打晃了，再也站不住了。在不被任何人看好的情况下，朱帅这个小伙子完成了一场不可能完成的战斗啊，完成了逆转，创造了奇迹。那么恭喜这位年轻的小伙，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啊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注意看，这绝对是中国猛将打韩国人最残暴的一场比赛，双手死死勒住对手脖颈，直到对手吐血3声，却仍不肯停手，险些身亡擂台。然而，这名韩国冠军落得如此下场，全都是因为他听信了韩国主持人的鬼话。好好请教 ，Made in China, no, Made in Korea, China。然而，正是这场比赛，让一众外国选手认识到了中国人的强悍之处。废话少说，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杨卓的精彩表现，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比赛正式开始，黑色拳套便是我们的中国勇士杨卓，红色拳套则是韩国摔跤冠军杨景浩。此时的杨卓正是当打之年，不管是身体素质还是反射神经，都处在其职业生涯的巅峰。但没想到凭此实力都没能震慑住韩国官方，最终无奈只好和这名韩国冠军打上一场。表面上是邀请杨卓打比赛，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拿中国选手刷战绩罢了。但中国勇士丝毫不惧，当即飞往韩国接受韩国冠军的指名挑战，这次绝对要将中国功夫发扬到世界舞台。杨景浩不愧是韩国摔跤冠军，在两人的地面对决中，也是让中国选手吃了不小的亏。但杨卓在中国拳坛可是出了名的脾气火爆，他炸药的称号可不是抽奖抽来的。就算是被压制到下位，杨卓依旧用自己的蛮力和对手较量。杨景浩想要短时间内将中国选手击败，更是天方夜谭。于是改变策略，转而消耗杨卓的体力。杨景浩也是深知中国选手的战力技术十分恐怖，所以也是将杨卓死死地压制在地面对决当中，根本就不给中国选手一丝逃脱的机会。但是由于两人打得太过认真，没有意识到已经来到了擂台的边缘，于是裁判为了比赛的公平公正，也是将两人拉开，带回擂台中央，重新开始比赛。这一插曲同时也是给到了杨卓一个调整状态反击的机会。
love to open his own gym here in Hong in the future, I think. Relentless ground and pound here from Kenny. Really has had a determined look on his face the last few days. A real shock that last fight. 从比赛开始进行到现在这个阶段，杨卓完全可以说始终被压制在地面对决的劣势位置，这也让现场的中国观众狠狠地为其捏了一把汗。好在杨卓的韧性非常顽强，不仅没有因此陷入劣势，反而打出的攻击总是精准命中对手的狗头。从比分上来说，更是中国选手更占优势一些，似乎是打得有些太过入迷，不小心用肘部进攻对方选手的狗头，裁判也是急忙上前进行口头警告。A lot of energy so far in this fight. If it goes into the second and third round, I don't expect these guys to keep up this pace. Crowd really showing your affiliation here. Kenny, giving you a white tape. Got an explanation from Yang yesterday about Thunder. It's a mystery to some of us. 我们都知道，杨卓作为一名散打出身的职业选手，其战力能力一定是十分的强悍，但对手的打法非常具有针对性，想必在赛前也是对杨卓进行了一个彻夜的研究。这套打法也一定是在心里彩排了无数遍，但这样的压制早已让杨卓心中的怒火到达了一个临界值。只要他从地面挣脱对手的压制，绝对会用最凶猛的进攻给对手还以颜色。Performance so far. Young's back up on his feet. 重新回到战力对决的杨景浩，此时也是完全没有了在地面时的强势姿态，从一只凶猛的孟加拉虎蜕变成了一只野生的狸花猫，就连其打法都变得谨慎了起来。不过这一切都只因为杨卓的战力技术实在太恐怖，一旦失误被杨卓抓住机会，那这家伙的下场一定是宛如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不愿屈居人下的杨景浩再次尝试施展下潜抱摔，妄想再次将杨卓带入到地面对决，怎料杨卓此时已经是有所准备，死死勒住杨景浩的脖颈，完全不给一丝挣脱的机会。Kenny has to be careful. Young has the guillotine choke locked up. Goes for the knee. Kenny does look a bit tired already. 15 seconds to go. Holding on to the end of round one. This fight has been shown as so tough and determined. Definitely. All from the north of China, been handpicked. Go to Beijing. Trained with the top team. So, good first round, gutsy first round. We're loving it. 比赛来到第二回合，杨景浩再次尝试主动进攻，不断逼近杨卓内围，其战术打法也是十分明显，摆明了要在这一回合终结杨卓，获取比赛胜利。但怎料杨卓的拳头同样十分凶猛，在双方的对拼环节，杨卓临危不乱，不断对对手进行打击，但杨景浩对地面的执着实在太过热烈，杨卓对此也是十分的无奈。既然你想打，那我就陪你打好了。Really willing and able to give it all. Okay. Oh, yeah, very effective those up kicks again. And then blood flowing liberally here. With 4 minutes left of the fight. Obviously opened it up again on the lip of Gil. This will be, if it goes the distance, fascinating point decision. It'll be interesting to see how the judges go with this one, that's for sure. 就当两人在地面激烈互拼的时候，杨卓通过其锋利的肘击，也是成功将对手的额头开了一道口子，现场擂台上瞬间布满了鲜血，裁判也是不得不临时暂停比赛，通知现场医护人员为杨景浩检查伤口，毕竟比赛输赢是小问题，如果因此丧失性命，那可就得不偿失了。Jim in Melbourne, Irishman. In Australia, obviously Australia is a country of immigrants. So much so that we see a Hong Kong-born fighter with an Irish-born trainer representing Australia in Hong Kong. It's a small world.
familiar with these grappling style double leg takedowns that are really, really low. Those are exactly the kind of takedowns that Kenny is using over and over again here on Yak. Real stalemate now is becoming half around rest of the spot. Kenny holding on. 两人的对拼依旧是非常的激烈，不管是炸药杨卓还是韩国冠军杨景浩，两人都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想要将对方置于死地。然而，在这个擂台上最过瘾的事情，也不过就是在对方最擅长的领域将其终结。杨卓此时也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战术打法，开始为接下来的地面缠斗环节中降服对手做准备。不管对手的反抗怎样激烈，杨卓始终贯彻自己心中的信念，能动手绝不多废话。 It's deep. This is trouble for Kenny Young. Just seems to have run out of gas in the last 30 seconds, Kenny Young. Can he hold on? Could be anybody's fight on a decision here. But Kenny's really just got to come back, make the most of this last minute and a half. Kenny looks so exhausted. Done so well so far. Will he be able to maintain a lead? This is where they really need the local crowd to kick in. He's found the strength somehow to lift Yang off the ground. Oh, that jump's deep. Oh no, this looks bad for Kenny. Kenny holding on. He's got a minute to go. Looking in real distress now, Kenny. 对手直接派手发起投降，最终杨卓也是不负众望，在对手最擅长的地面对决里，用一记背后裸脚直接将对手降服。这个结果是令现场所有观众都没想到的，杨卓的表现实在是太精彩了。 那么最后也是让我们恭喜杨卓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